北约峰会闭幕后发表联合公报，首次将中国视为所谓系统性挑战。中国驻欧盟使团批评北约延续冷战思维，联合公报的涉华言论是诋毁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此同时，外界也注意到，该公报表示，北约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显示北约并不甘于沦为美国的政治打手。而据外媒报道，是欧盟方面阻止了北约使用更强硬的措辞。当地时间周一，北约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并发表长达79条内容的联合公报，聚焦遏制中俄，并无端指责中国在军事领域与俄罗斯展开合作。All leaders agreed that in an age of global competitio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must stand strong together in NATO to defend our values and our interests,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authoritarian regimes like Russia and China challe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北约峰会公报望称，中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与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这在北约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公报还公然污蔑中国奉行胁迫性政策，声称中国在迅速扩大核武库，并无端指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不透明。对此，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于周二回应称，北约峰会公报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对国际形势和自身角色的误判，更是冷战思维延续和集团政治心理作祟。发言人明确指出，中国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我们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正当合理、公开透明的。2021年，中国国防预算为1.3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090亿美元 ，GDP 占比约为1.3%，不到北约的及格线。相比之下，北约30国2021年军费总额预计高达1.17万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以上，是中国的5.6倍。到底是谁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谁的航母在四处炫耀武力，全世界人民都看得很清楚。另外，发言人还表示，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等北约国家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瑞典和美国等国智库统计，北约成员国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近20倍。中国始终恪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想问的是，不知道致力于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北约及有关成员国能否做出同中国一样的承诺？发言人强调，中国永远不会放弃维护和平的权利，将始终坚定不移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但如果谁要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挑战，中国不会无动于衷。中国是一个很遥远的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与北约国家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安全上或地缘政治上的这样一些牵连，甚至说冲突和分歧。所以说，他将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矛头，充分说明了这是背后美国在作祟，美国试图将北约推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前线。在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作出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搞意识形态战队，强迫别的国家在阵营之间选边，违背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注定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北约一方面呼吁其成员国加大军费开支，要求成员国军费达到或超过 GDP 2% 的水平；另一方面，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说3道4，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赵立坚指出，北约历史上劣迹斑斑，自己欠账累累，多次给世界带来战争与动荡。国际社会不会忘记，北约未经联合国批准对南斯拉夫进行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美国、英国等北约国家仅用一袋洗衣粉和摆拍视频作为证据，就对伊拉克、叙利亚等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中国人更不会忘记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历史惨案。我们将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